他来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就诊，这里的机器人可以协助他康复。现在很多脑中风患者年纪比较轻，以后还要工作和生活，因此很多年轻的脑中风和脑外伤患者都开始使用这套设备。大脑如果丧失了移动上半身的能力，可以在这台仪器的帮助下恢复。关键技术是所谓的触觉反馈。仪器可以感知患者手部的压力，做出回应，调整操纵游戏杆的难度，协助患者恢复失去的肌肉记忆。让机器人协助患者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把治疗变成游戏。康复过程导入游戏的一大好处是，大脑专注于解决游戏中遇到的问题，可以起到激励作用，也很有趣。我认为这个仪器的趣味性比较强，可以活动到手的各个部位。刚开始手部没有动作，但现在各方面的动作可以带出来。这只是中国科技前景的预告。未来，机器人与人类的联系会更加紧密，实现人们过去认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——人机融合。中国约有8200万名残疾人，其中近1/4行动不便。这个问题可能很快便能得到解决。近年来，中国对机器人技术的投资大幅增加。有些机器人的功能在于增加人类的能力，而非取代人类。外骨骼的使用情况因人而异，它与生物力学，也就是人类移动的方式息息相关。通过加强动作，外骨骼可用于康复治疗，增强患者的活动能力。其他国家也在研发这类技术，但中国具备研究规模大、创新速度快等优势。傅立叶 X1 是穿戴在病患身上的机器人，它有4台发动机，臀部和膝盖各2台，还有4块电池。患者穿戴完毕后，可以站立、坐下、爬楼梯，甚至连续步行7个小时才需要充电。我们安装了强制反馈传感器，这里还有脚上都有。外骨骼可以根据患者的施力程度调整步态曲线，让外骨骼配合患者。这类机器可以大幅改善残疾人的生活。它们并非简单的拐杖，专家认为外骨骼还有更大的潜力。外骨骼可大大增强人类的能力，让人们抬起比平时重1倍甚至2倍的东西。未来的产品甚至可以辅助人类跑跳，大大增强人类的体能。应用于工业及军事领域，随着各种技术的整合，外骨骼的外观也会发生变化。未来人们将把重点放在材料科学的发展上，研发出可弯曲、协助动作的装备，加强人的动作。不久之后，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将更加紧密，机器人甚至可以拯救人命。中国是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，
城市化速度加快，急救演练必须经常进行，这样才能快速应对紧急情况。2011年，政府斥资近5000万美元，在郑州完成了一项科技创新。人造卫星让医生能随时跟进救护车上的情况，在现场继续救治。这一次我们理论上，它能让医生监测患者的生命迹象，咱这先拍啥？拍了以后，在患者前往医院的途中提出最好的治疗方法。这么做有助于减轻医院急诊中心的负担。这样正好，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，让医院倍感压力。中国有近28000家医疗机构，2015年共提供近60亿次治疗，而许多治疗都是在中国的10大超级医院完成的。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便是其中一家。这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医院之一，也是全球最大的医院之一。2014年，这里的门诊共接待病患426万名，有些人长途跋涉来看病。对，左右转一转，哎，对，话点多，就掐亮。医院平均每天接待病患15000名，医生的压力极大，每次问诊可能不到5分钟。那如果这时候再有问题再加重的话，还可能还发生突然之间还有出人命的事儿。这家大型医院因此制定新策略。据估计，在大型医院接受治疗的病患中，有60%到80%可以在小型医院获得同样的治疗。问题是，大医院的专业医生如何与小医院接轨？方法和救护车上采用的技术一样，先进的远程医疗设施解决了这一问题。就是经皮、经肝、胆囊穿刺。到底是这是那个胆囊炎还是胆总管炎？胰腺炎情况并不见得很重。希望能通过远程医疗技术，推动解决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，基层医务人员培养的问题，以及老百姓需要长途奔波的问题。远程医疗工作由一台超级计算机协调。2014年，远程医疗指挥中心完成了超过1万次问诊，3万多次专家诊断，接受过4万多次查询，为医院分担了8万次看诊。病情较轻的就诊病人减少了。为了应对未来30年逐渐增加的医疗需求，中国正大力推广远程医疗技术。首先，130家附属医院在河南省各地成立副中心。接下来，这一项技术将被推广到中国各地。最终，远程医疗网络将覆盖6万多家医疗机构。未来，老百姓足不出户，就可以通过手机和其他手段实现远程医疗诊断，通过医疗网络挂号、就诊、开药。中国的目标是将医疗服务普及化。
但有14亿人要看病。中国必须投资打造更大、更好、更新的医院。医院革命在这里启动，超大型医院正在崛起。中国有近14亿人口，医疗保障服务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到2050年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预计将达到3亿。即使全球最大的医院也无力应对。因此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起新楼，为未来做准备。这家宇宙大医院建造成本约3.75亿美元。它不是副楼，而是全新的医院大楼。新增的3000张病床将缓解姐妹医院的压力。这里的设备和技术更加先进，自动化的痕迹在医院内随处可见。医院装有一台整合传送带，可将组织、血液或测试样品送去检验。自动化箱子穿梭在综合大楼内，大幅缩短了检验结果的分析和回复时间。自动给药器减轻了药剂师的负担，同时确保了药品库存和分类的准确性。但850公里外的一项医疗新技术，更能看出人类对现代机器的依赖。治疗局部重度烫伤，通常需要长时间住院。移除受损皮肤，移植替代皮肤。替代皮肤可以取自患者自己，也可以取自捐赠者，但供给量经常短缺。想象一下，会不会有一天你可以自己打印替代组织？位于浙江省的杰诺菲生物科技实验室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首先，他们必须扫描伤口，接着利用特别改装的3维打印机，将活体皮肤细胞直接放在手臂上。关键在于使用哪种细胞打印。这类细胞被称为干细胞，属于特定类型的细胞。干细胞有可能长成人体其他类型的细胞，适合制造功能正常的薄皮肤。细胞取自人体，把细胞转化为所谓的生物墨水，装进特别的打印机，一层一层把细胞打印出来。3维生物打印目前大量应用在打印皮肤组织、骨头、肌肉上，很厉害。这只是开始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设法改造这项技术，他们希望创造出方便进行医学检验，甚至是移植手术的身体部位。3维生物打印的过程很厉害，这其实是一种生物制造。我们从人体内取出细胞，把细胞装入打印机，打印针头小到可以印出细胞，就像打印机印在纸上一样，通过立体打印印出细胞。首先要制造可生物降解的支架，这个支架的形状和耳朵很像，再植入干细胞，
科学家希望能改造这项技术，制造功能正常的器官。选择捐赠器官的人不多，这项技术或许可以拯救很多人的性命。目前，他们已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制造出了微型肝脏，看似进展不大，但可以持续工作4个月的微型肝脏，能用来测试药物。全球每年都有很多肝衰竭患者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希望能够打印肝脏，去修复或替换已经衰竭的肝脏。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扩大规模，根据需求制造更复杂、全尺寸的活器官，比如肾脏和心脏。干细胞的基因组成和患者相同。这些组织移植后，患者身体不会排斥。这项技术的影响十分深远。患者的脏器损伤后，我们可以像给汽车更换零件一样，更换患者的器官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想我们人类可以活得更长一点，更健康一点。这是我的预测。但这项技术也有缺点，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可能走到了历史的里程碑。自然的人体可以被改造，但这会衍生出许多道德问题。未来3维生物打印技术会和人工智能技术、微电子技术、机械技术相结合。所以你说超人超过现有人类的机能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以升级人体吗？徐明恩教授持乐观态度。最终我们能够重建并超越生物本来的功能，比如说飞翔。机器人和先进技术助力中国医院的发展，改善医院的工作与互动方式，其影响涉及全国。但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，老龄人口越来越多，许多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技术迎来重大革新。这里是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中心，医生和患者正在为一台高难度手术做准备。这里是北京天坛医院，傅兆康即将接受帕金森综合征治疗。医生会在他的头骨上钻一个洞，将电极插入大脑。做这台手术，心要静，手要稳。但今天的主刀医生不是人类。外科医生就算经验再丰富，手还是会抖。机器可以更精确，是做类似手术的得力助手。这套系统可以协助规划手术，指出大脑中的最佳目标。这是机械手臂，可以很灵活地移动。人移动1厘米，转换成机器人，可能只有1毫米。精确是手术的关键。
机器人让医生看到大脑中的目标，在手术前与手术中规划下刀点与路径。大脑手术要精确到毫米。为了实现这一点，首先必须校准机器人，摸索在头骨下刀的最佳位置。切开头皮后，开始钻孔。偏离几毫米，患者就可能陷入昏迷。机器人这时便派上用场了。这样的技术彻底改变了脑部手术。过去需要几小时的手术，现在变得更加安全，而且半小时内就能完成。插入大脑的电极会连接植入患者皮肤下方的电池和控制器，它们会将精确的电脉冲发射到大脑的指定区域，干扰异常的大脑活动。异常活动可能导致患者神经功能障碍。医生目前还必须在现场引导、控制、主导手术过程，但世界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。未来的机器人会更容易操控，可以进入大脑的任何地方，可以移动得更快，进而完成更复杂的外科手术。未来，医生或许可以在另一个房间，甚至另一座城市、另一个国家，操控完成复杂的手术。你可以找到全球最好的外科医生，只要有控制设备，他们就能控制机器人。就像远程医疗服务可以让医生远程问诊一样，机器人手术有朝一日也能让医术精湛的医生帮助更多患者。这项技术还在萌芽期，医生不会消失，人机融合会让手术变得更安全、更有效率。这一领域的未来一片光明。未来会有更多的机器人医生承担不同的角色，未来会进一步迈向自动化。科技发展的速度超乎人们想象，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有全自动机器人医生进行日常手术，完全不需要人为干预。我们的生活或许真的会掌握在机器手中。过去30年的发展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许多人离乡背井到城市发展，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，科技有助于中国整合城乡。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城市化息息相关。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短短15年间，从26%激增到56%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。城市居民需要用水，为了满足需求，2016年，中国开始将250亿立方米的淡水输送到10万公里外的地方。南水北调工程，即将长江水调往位于华北的北京。但每年250亿立方米水还是不够，中国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取水。因此，北京决定大规模回收水资源。怀房再生水厂是亚洲最大的地下污水处理厂之一。
怀房再生水厂占地470亩，主要是处理整个北京西南地区的污水。但北京寸土寸金，这座占地16公顷的水厂完全建在地下。水厂过滤工业、家庭废水，净化后用紫外线杀菌。再生水接着被抽回当地的河流、湖泊，用于公园维护或工业、商业用水。怀房再生水厂完工后，每天将回收60万立方米的污水，差不多是200万户家庭的污水。处理完的再生水用途广泛，通过市镇杂用，通过电厂的冷却用水，包括园林都可以使用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一部分水会被抽到新的野生动物湿地公园。这座公园和正在建造的水厂一样大。怀房再生水厂位于北京中心城区，原来它这一块也是一片绿化带。由于这2个主要原因，怀房再生水厂建在地下，上面环建了大概200多亩的湿地公园。目前北京共有污水处理厂15座，这只是进行升级的第1座。政府还计划在北京兴建27座大型再生水厂。过去30年，中国国内的人口迁徙规模十分惊人，但如果留在乡村也能飞黄腾达呢？华东地区有一个叫大集的小镇，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设法改善民众生活时面临的挑战。这里贫困又偏远，人们纷纷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。乡镇人口流失，大家不想再务农了，赚不到钱，只好背井离乡去城市发展。但这种现象正在改变，这要归功于中国的网络热潮。大集的人口不分老少，现在都很忙碌，几乎都有工作。这座曾经孤立的小镇，如今改头换面，变成了中国制作、买卖戏服的中心。这一切还要多亏了中国电商龙头阿里巴巴创立的淘宝网。掌握网络就能掌握经济，而且还有强大的物流系统。制作戏服是大集的传统，以实体店铺为销售平台，只能卖出为数不多的几件。但现在有了电商，戏服的需求量激增，客户遍布中国各地。有些家庭生意经营得很成功，甚至实现了生产线自动化。生意的规模也越来越大，有的甚至达到了工厂规模。目前整个镇内的加工产值应该超过40亿人民币。淘宝村经营的有声有色，光是在大集，就有5000多人回乡制作戏服，经营家庭生意。其他村庄也想效仿大集。在全国范围内，曾经被政府认定为贫困线以下的18个村庄，现在变成了淘宝村。未来几十年，
中国还会有更多贫困村加入电商潮流。淘宝村要成功，必须有可靠的配送途径。物流配送在中国农村也变得未来感十足。这种局面的形成，还要多亏了机器人革命。在山东省的小城临沂，一段特殊的旅程即将开始。包裹要从一处偏远地区运到另一处偏远地区，负责送货的是无人机。京东是中国最大的电商之一，也是配送机器人的全球领先者。他们让乡村与其他地方接轨，赋予乡村改头换面的机会。特别是在城市，现在已经有了当日或隔日送货服务，但很多乡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佳，服务通常不如城市。无人机从区域配送中心出发，将包裹送到村子中心的网点。农村的送货成本高，因此商品比城市贵，可支配收入最少的人却要付最高的价格，这个现象即将成为过去。京东目前有20条固定无人机配送路线，同时还在测试其他地区的路线，包括北京、四川、山西、江苏。配送网络可能将扩展到全国的各个村庄。无人机飞升到预定高度，沿着预定路线飞行，飞到送货点正上方后降落，这样可以大幅降低撞到建筑物或电线的风险。中国农村和城市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和现在大不相同。新的硬件不断提升计算能力，未来的无人机会更智能。运送重物的无人机可能将穿梭于中国各地，连接城市与乡村，让乡村融入其他地区。大家甚至可能不必迁徙到城市。这项技术虽然刚刚起步，但中国的创新与变革步伐正逐步加速，商用无人机配送服务可能即将起飞。在某些地方，创新正在改变中国的样貌。40年前，位于华南的深圳只是个小渔村。多年来，深圳以惊人的速度发展，成为中国科技最发达、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。我在深圳完全被惊到了，研发人员到处都是。深圳为什么能脱胎换骨？原因之一就是带动机器人崛起的创新做法。他们在另一边建造大型工厂，引进1000万人。如果有1%的人原本在锁东西，突然发现了东西的妙用，他们会在工厂内升职。这1%的人摸索出设计原则，从头开始设计产品。在向国外产品取经后，研发人员设计的创新产品，在质量与需求两方面，均足以媲美欧美产品。
他们最后摸索出了如何按照蓝图创新，打造出全新的功能，想办法超过欧美各国的研发人员，做出价格减半但质量一样好的手机。深圳的人口已从当初的3万人增加到如今的将近1200万人。作为中国的创业重镇，深圳正引领硬件创新。由于使用者与提供的服务众多，中国正在收集与民众生活有关的数据，希望能在进行过数据分析后，让计算机独立思考。中国希望引领新风潮，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不同领域，比如手机应用程序、无人驾驶汽车、智慧城市等等。到2030年，中国的产值预计将超过1470亿美元。有些人担心人工智能将毁灭世界，有些人则认为这一技术将写下进步的新篇章。机器人革命才刚要开始，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受其影响。中国会如何应对这场科技潮流，是中国乃至于全球要在21世纪回答的大问题。